猜了吧？人就是要有冒险的精神，大不了在哪一个？我们猜，台湾大家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新农场企业、祥腾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。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。美发多暴击 ，BD 暴击 BB 弹啊，好想破千赞啊！来，开头就是来抓过来。我们现在刚从日本回来，带过来了最新的马路一枪开箱。台湾应该没有人做这个详细开箱吧？这支可是要10万日币，10万日币2万台币的枪。刚刚忘记介绍了，不过应该也不用介绍，我已经来这第3次了。磨砂的胖胖应该基本上这个系列我来最多次，毕竟太多东西可以介绍了。刚从日本回来，所以来炫耀一下最新的电枪，来打开看一下。一如既往的泡沫版都做得很漂亮，还有说明书。这个说明书不得不说，马路易的包装跟台厂就是不一样，已不是第一次开了，已经用过了，一样包得很漂亮。这一次特别是分离的，所以让我特别好用，因为它够小，我可以直接塞进行李箱里面，够大的行李箱可以直接塞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弹夹是完全特规的弹夹，所以你不用再想它可以通用了。然后这次它有特别强调说他们有附短枪管给你用，你可以直接换锁短的，就直接可以从长的变短的。然后这个是里面的配件，红色的枪机盖专用的转接头，这2个欧环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塞这个用的欧环。电池盖、准心调整器、六角扳手，这个东西比较特别，这个是上机甲盖的这个销的备用品，等下教大家怎么转开这个销。然后马路易会附了 BD 弹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上枪身，标准的 M4， 没有什么变化。它有特别强调前面的牙龟是跟真皮龟一样的，我们看到这个销直接用拉的是拉不出来，它要从横的转成直的。转下来之后就可以抽出来，抽出来之后这个销就可以解开了，直接抽就下来。马路易原厂的上机甲保护盖，还不知道会不会单卖？GPP 也可以用啊，如果这个有单位感觉也不错。你就可以看到马路易最新的分离式 box， 然后最新的 hub 座，hub 座是特规的，调整一样要拉开。当你无弹的时候，这个会 hold 定；激发的时候，这个饰片会跟着动。无弹的时候会 hold 定，没有装子弹，没有装弹夹，它是无法激发的。你上弹夹之后还是要拉一下。就拟真操作，全部都用电子扳机控制。那我们看一下下枪身，这一次难得马路易做双边选择钮，然后是联动的。他们有特别强调这个枪身跟2代 box 不一样，因为它已经做了跟真枪一样薄了。那我们打开就跟一般上下机一样，分离开来就可以抽出来。抽出来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 box 下半身了。这个齿轮我们拿齿也吸过了，钢制的，毕竟都2万多块了，至少是钢齿。像某些台厂卖了1万8、1万9，然后还在给你。我没说谁哦，台湾的厂商都是好厂商。我们已经帮各位试了。那时候网络上我忘记谁说他没有认电池，他确实电池没有认，但是他的第3条线应该有接类似感应晶片，就是有那个感温器，所以可能还要再接电阻之类的东西，它才能做动。你纯粹接线过去的话，它是不会动的。那它原厂有特别说这一块，现在在推动的这一块，它一定要保持前面，你才能合机甲。你错误的位置去合的话，它上面的饰片会损坏掉这一片。那这一片断掉的话，你上机甲就不会动了。那可以看到这边是联动的，当我这个无弹的子弹推到之后，它跳上来，然后再压，它就释放掉。那这一块里面就不用想了，它的齿轮所有东西全特规，跟2代完全不同用。这一套齿轮里面已经没有传统2代 box 的直逆齿，只要靠马达上面那套直逆齿做动，所以你也不能随便塞一个2代马达上去，且你也不能塞啊。说实在，因为你现在换其他马达电流度高一点，这套电子扳机就烧掉。这套电子扳机记得只能测7.4的哦，你只要接到11.1的，它马上烧掉。烧掉台湾是没得修的。然后我们有在联络厂商，看厂商要不要出改装品，这是可以让它直接上11.1的。但是现在台湾买的人还太少，毕竟开一点。它这一块是可以转开的，一般应该介绍的好像没有特别介绍到这一块。转开就是畅通无阻，就可以直接电线拉到后面，然后就跟传统的电枪一样做那个电池放在枪托里面这件事情。其实他想的还蛮周到的。我还想这一块应该是留给那个后坐力系统，它的后坐力系统应该是接在这边的。那我们的基础介绍就是这样子。那我现在教大家怎么塞电池，现在暂时都还是用原厂电池啊。这一套啊，蛙哥也买了一套啊，我没有买电池，因为我本来想说可以用副厂电池接线就好了，结果不行啊。这一套其实蛙哥电池。我接来拍一下充电组，如果要用绝对可以使用就买这一套，但是这一套呢，在台湾我只能说天价，容量我记得好像是800毫安的电池加充电器要5000。我现在这边教大家怎么塞电池就好了啊。没意外的话，果然离电池的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， 毕竟电池这种重污染加工行业是不太接受的。我们拿出电池盖。你现在看到我们的电池盖，因为这电池很难塞，原厂有专门拍影片教你怎么塞电池。塞电池的时候就是把电线抠出来，正极负极接上去，这个防呆，所以这点是完全不用担心。我们是会想说塞电池就是直接这样捅下去，然后它就一大截电线在外面，没有，它原厂是叫你把
这样抓着，前面这段一起折进去，然后电线就会刚好整理在这下面。哎，我看到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顺顺的把电池拆下去。你不用怕这个电池会挤压到。马路易特别强调，他们的电池，他们说有钢壳，但是我摸外面好像还有一层塑胶壳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电池那么大，容量只有800毫安，因为它弄了很多保护壳，防止你塞电池塞到它烧起来。电线整理顺了之后啊，这个东西下面这个槽就是走电线的。那走电线的时候呢，那个天才呢又放反了，原厂是这样子塞进去，然后他给我这样子塞进去，洞朝外，但是原厂的建议是洞朝内，塞进去就可以看到电线会顺着那个凹槽走进去，就在这里面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手贱去扣它，虽然说我不知道这样扣做动会有什么影响，因为我没扣过。毕竟怕它坏掉，我也不敢乱。昨天有人哦，手贱给他看，然后塞进去，他的手我不要动，他久了没事了，赶紧啊！我还不知道学生有没有钱可以洗我，知道吗？啊，没事。他如果有事，我就叫他赔，他就叫他赔，他不赔，我就曝光他是。刚才有些人就手贱嘛，没事。反正我们现在就塞完电池了，那就可以把你的枪组起来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很多人觉得想说，组枪就是上下结合消压下去就好了？没有，这个组枪也有顺序的，你不知道顺序的时候，你前面这个消怎么压都压不下去。然后看到这边有2个凸点，这2个凸点就是马路易设计来把枪身顶住，防止上枪身晃动的设计。所以你在锁的时候，一定先锁前面，再往下折到后面。往下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这边它是在往上撑着。所以如果你这样结合的话，你这边消，你不管怎么用力，它就是压不下去。所以我们结合的时候，一定要先结合前面这个消。我们现在上下枪身结合好的时候就开上去。有点阻力，这样是正常的，因为它就是靠这2个凸点来让它撑着上枪身才不会晃动，所以就用力压下去，然后消按下去，这样就结合好了。结合好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怎么扣都没反应，它已经确定通电哦，它只要没插弹夹就不用反应。弹夹这边有取消掉无弹不激发的功能，切过来跟切过去。里面它原装是81发，那里面好像可以调成30发。这个底下有洞，这底下有个洞，我们要拿一个东西嘟着它，然后要拿一字从这边把它撬开，撬开了，出来了，好，两个拿下来，拿下来之后这个弹簧，所以你手要压着，不压都会直接喷出去。再就只要把这压下去，你的1000多块弹夹就打开了。这边有个按钮，推过去，它就变成30发模式；推过来，它就是81发。我突然想到那个朋友一个笑话，那时候我朋友买新枪啊，他买枪的时候说，弹夹缺货哦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那要有弹夹才能下场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跟我说，可是一夹不是可以装30发吗？我说对啊，他场上应该不会超过60个人吧？哇，你这么准哦！你拿 M4 可以这么准哦，一发一个塞回去就很简单。好，压着，再把这个片塞回去。好，2个塞好了。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基本上它有一个检测模式，就是测试枪的功能性是否正常。正常来讲，这把枪你不插弹夹，它是无法激发。我们要怎么进入检测模式？就是先帮我切到这枪击拉柄，不插弹夹情况下快拉5下，然后就可以进入检测模式。它就可以在不插弹夹的情况下击发。Auto 检测模式，你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一个蓝灯在闪烁。那检测模式怎么关掉呢？就一样切进 Safe， 然后快拉5下，你就可以看到蓝灯就不闪烁了。这个东西你如果北蓝一点的话，你用手指压着它，这里其实有个检测弹夹是否有插进去的开关。压着这玩意它就会以为你有插弹夹，然后就可以击发。因为这个功能它是可以做多连弹夹，但是看马路原厂会不会做。我们可以说一下马路仪这次偷工减料，它的 NWS 至少还附你一个枪背带环，它这次没附了，它直接没附。有吧？那个盒子没有，盒子里面没有，它直接不附了，它把枪背带环 cos 单掉了。反正无所谓，现在这时代没人在用这东西了。这前面的拆法就跟一般都一样。我严重怀疑是 NWS 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看这个座也是 NWS 的，NWS 物料拿来用嘛？人家要赚钱嘛，也是节省成本嘛。不是啊，他都用 NWS 物料，这个再给我有差吗？我们来翻一下，说不定里面真的有。没有，它应该会有个原厂的填弹器啊。有啊，你要把那副都翻起来。为什么他都要把填弹器跟通枪口塞在这么隐秘的地方？所以他会知道你的填弹器放在这里。妈，就是因为他藏在这里，他有把我一副填弹器丢了。好，介绍完了。如果你很有钱的话，可以在台湾买一把。你还没试过他弹道？其实我打过了，这弹道真的是有够夸张的屌，那个连发完全不会闪，连发是直直的一条，而且到末端都是直直的一条，那个弹道真的是很恐怖。我用点32，点32它还拉得动依照马路以前的尿性，它大概点3就快拉不动了，它点32还拉得起来。看一下上半部分的零件，根据我们吴阿哥发现，照它的说明书里面爆炸图啊，还有部分的料件是用 MP5 枪管跟皮啦，但是座是全新的。最小号的梅花转得动，确定最小号的梅花转得动。会不会变态到专门做一颗螺丝防止人家拆它嘛？我觉得是马路会干的事情。让我打开，2颗螺丝解开，然后就可以动了吗？没有，它一定有个地方拆掉了。看一下，看来是我对枪太小心了。什么东西啊！那个正方形的。对啊，这是装哪里的？我他妈会不会等下装不进去？
它的这个也很好抽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啦，这是手上2颗螺丝的高铁，吓死人了！哎，我们看到了马路易最新的芬尼斯 box， 跟2代 box 完全不一样呢。不得不说，它这个枪击丝盖还蛮厚的吗？要这样说吗？看一下我拿下来，先都拿下来。这盖，好，一找厂商做镜子。哎，这个是翘起来的，塑胶的，找个厂商做镜子。很可以哦，这根可以做成一把回翘翘的，爸妈看起来像活起来一样。你看里面都是形状螺丝哎，这时候就要说那个拆枪最重要的事情，当你东西拔不起来的时候，就代表他妈一定有医生了解，就他妈不要硬靠，不然你的枪绝对坏掉。打开！哎呦，不愧是球速90的弹簧，真他妈的软。什么东西弹掉了？哦，上面是根啦，引杆是该没有赔礼，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引杆有点不一样，很像，但是有点不一样。哎，很神奇耶，还用这么小的气缸做到那么稳定的输出哎！你看它气缸超小啊，可是它的拍头，2万块的枪，跟台厂一样，第一齿是钢的，后面全塑胶，这应该算最后一齿是钢的。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个活塞电机这一定是特规，这跟原本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来吧，我们看一下马路有没有上？有啦，有啦，不要并拆了，一定上胶了，上胶就不要上胶。好了，拆了，它都已经上胶了，你到底？好想拆开来看。你那个力矩又不够，硬拆你绝对会挂掉的、啊。我再转一次。这么长的力矩都不够了，有上胶。这弹簧是特规，因为这弹簧跟一般弹簧不一样，它比一般弹簧细很多。但是我今天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，你今天出它输出100弹簧，已经有开始在搞它的改装件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金属的吗？哎，金属的，但应该是亚铅件，气缸感觉是不锈钢的呢。那这块飞机呢？有个疑问，我们都已经花了2万，塑胶2万块还是塑胶？马路易就是塑胶厂哦，不是啊，你当初看他影片的那个分解动画很像金属的，塑胶。我们拆完了上段，那我们现在来手贱的拆下段吧。看这报备。哎，我这样算台湾手拆吗？可以这样讲，可以这样讲。没有其他人看这种事情吗？还是因为10万块太贵了，舍不得拆？虽然说日本退完税9000多日币，而且不要说2万，说10万感觉比较歧视。那我们接下来北蓝一点，把它拆出来看一下。人就是要有冒险的精神，大不了再买一把。有钱人，好有钱人，穷鬼好吗？我们拆，台湾大家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这2颗螺丝拆下来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最新的马达了。但我觉得跟以前的马达一样。跟这个设计跟以前马达是一样的东西啊。哎，这次的马达它是机车。看来各位想要通归以前的规格是不可能的。来，那我们看一下马路易最新制造的有指逆齿的马达，马路易最新的马达。看一下选择钮到底长怎样。据我们刚刚研究呢，下 box 只要下这个卸带钮，这里还有根 pin， 射旋钮从中间这个动用 1.3 的螺丝，把一颗指腹螺丝转出来，你射旋钮就可以抽出来。记得这边还有一颗螺丝是固定这个卸带钮的，要拆掉，然后就可以拆下来。然后就可以看到马路易藏起来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正常这个接口正极是在最左边，然后马路易把接口故意接反，你看他把正极接在最右边，所以故意弄得好像自己是特轨，但其实这个接口是通用接口，造价不菲的 box。对，还有颗 Tokyo 马路易，这块电子扳机烧掉就没救了。而且我最神奇的是发现它全程都没有指逆齿哦，你看这没有指逆齿，然后马达也没有指逆齿，所以它就是完全靠这个电子扳机控制住这个马达，要么就是它用电子扳机放电咬住这个马达让它变指逆的。因为我们通电之后插上马达之后它就不会逆转了，所以代表说它应该是用电的方式控制这个马达，所以看来这个马达应该也不能乱换，应该也要用他们家的马达。我们最后就来再看一下这个马路易最新的 hub 座就好了，稳定性极强的 hub 座，你知道吗？扣出来了，哎，跟传统的电枪一样，当你抽出来之后，这个直接扣就出来。马路易 hub 座，美妆博主都要这样拍照。那我们就组回去吧，完完全全的新枪，完全这不算完全分解，因为 box 没拆，没有把下 box 拆开，再拆下 box 就不知道到民国几年了。而且你这样乱转，我不知道到时候他会不会自己复位，或者是给你出现故障。插上去就知道，插上去就知道了。我要相信他的自检能力。哎，你不得不说，原厂这个玩意儿，我觉得它的气密性还不错。速速组装。看我们紧张了一下的2个小方块，但是没什么拆解的下半部分，判定是我插上单脚零件，插入单脚零件，压力，还有部分零件没有零成啊，大部分确实是1.4。
它电线一定要从旁边的洞出去，不然就会压到。以前的电枪是随便啦，挤上去就好了。挤拉，吓死我了！扣地一下，它自动复位到正确位置，哎。哎，我无单后定打开了。我不是关上了吗？好，这是它死定了，死定了我！有没有切回去？网球拍，网球拍是正常的。死定了我！Come on，2万外块物件，互你算歹去啊啦，顶摆听讲的啦。嘟嘟嘟，神奇的转接线。大家应该会看到我的衣服跟发型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拖延症发作，上次拍太晚，然后直接没有拍结尾，然后就拖到我把枪都改好，从3月拖到5月底了，连枪都改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呢，你知道我们厂商嘛，想做一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是稍稍垫了里面的弹簧，往前垫了大概3厘米吧，可能这样而已吧，直接少尺啊，直接少尺。之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呢，是因为 Evoluto 我们红心叫到上下 box， 但是我们应该考虑没有要卖，因为单价太高了，所以我们应该不考虑叫它的上下 box 给人家修。当然未来如果很多人一直敲完想要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叫一下，但是你要能够承受这东西的价格，因为它上下 box 就是半支枪以上的价格，而且它 box 里面零件不单卖，它就是卖整个 box。这条转接线呢，我们已经研究好了，之后我们会推出，就是你只要有这条神奇的转接线，你就可以用外厂的其他电池，但是原厂电池板机对于电池的保护，所有保护系统全部都会失效，就是说它板机不影响可以正常工作，但是电池如果过放高温的那些保护功能会全部失效。好像听说只有高温啊，过放还是会自动断电啊，因为过放是这边在处理的。刚刚大家看一下，我改这个是我们家红心吉娃娃送我的，他说好像是真品吧，反正我不知道，我对这东西没兴趣，他说是真品就送给我了。听说这个护木也是真品授权，这个好像也是真品授权，那我无所谓，没什么在管这个东西，其实好像也没什么，我就在拍个结尾而已。我跟吴阿哥说，就用之前结尾剪一剪就好，他坚持说要拍新的，我没办法，那就拍新的啦。那就一样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就订阅，想参加介绍我的枪就自己去密吴阿哥，因为之前对这支枪没完全了解，所以可能前面有些讲的是错的，毕竟我第一次拆它嘛。前台手拆可能被我拖延到已经不是手拆了吧。那喜欢这支影片就记得按导赞，记得订阅，打开小铃铛 ，OK， 拜。好心的大爷们啊，都来抖内我这个小频道呀，不抖内也点个赞啊！小频道这有点抖内，你要不要？